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發。最近打開 Media 的時候呢，發現它又上了新的模型，像是這次比較新的 Happy Horse GPT Image 2，還有原本就很多人會用到的 Seedance 2.0、可伶、Sora 等等。這也是我覺得Media比較方便的地方，它不是只給你一個模型，而是把很多主流 AI 影片的模型放在同一個平台裡，你不用為了測不同的模型，另外再去開一堆的平台會員，而且呢，它的點數也可以拿去用在不同模型上，不會被單一模型綁死。拿鐵，如果是要工作的話，我就會找咖啡廳，因為咖啡廳有那種氛圍，然後可以點一杯咖啡，然後就可以坐很久。那今天這支影片呢，我不是要單純的去講某一個模型有多厲害，而是想要用幾個比較常見的創作場景來看看不同模型跑出來的效果可以差在哪裡。因為現在做 AI 影片，很多時候真的不再是哪個模型最強那麼簡單了，而是角色說話自然不自然，情緒短片有沒有氛圍，多角色的連續動作會不會被斷掉，還有像是比較複雜的教程影片能不能撐住畫面。那今天呢，想帶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在Media這種會持續上新模型選擇很多，工具選擇很多的平台裡面，不同的創作需求可以怎麼去搭配工具，怎麼寫提示，用怎樣的工作流才比較容易做出能用的影片。不過在正式測之前呢，先快速講一下 Media 是什麼。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偏社群媒體和品牌內容專用的一站式 AI 創作平台。像首頁這邊呢，就可以直接進入建立影片、建立圖片，還有 AI 音樂影片。點進去之後呢，也可以看到它整合了非常多的影片模型，像是官方版的 Seedance 2.0， 還有這次上新的 Happy Horse， 還有可伶 All-in。那左邊呢，點開就可以看到目錄了。首先是 AI 影片這邊，還有可以制作 AI 虛擬人像，還有 AI 圖片也有新的模型 ChatGPT 的 Image 2.0。那 AI 音樂視頻呢，也同樣可以制作。在影片欄目下呢，我們可以看到它支援圖片轉影片、文字轉影片、影片的延長、影片特效，還有 AI 動畫、影片轉動畫這些功能。那在圖片轉影片底下呢，點開可以選擇模型。那今天呢，我主要是想測 Seedance 2.0， 還有 Happy Horse。那我們先來看看 Happy Horse。它這邊圖片轉影片呢，它是支援上傳最多9張圖片。那提示詞呢，它也教我們了，那你可以自由組合角色圖片、物件圖片或者服飾圖片，甚至是背景的圖片，然後在提示詞描繪一下它們的互動關係。像是我首先測的呢，我就想試試看說話，這也是我首先想到測試這2個模型的地方。第一個測的不是走路，不是運鏡，是說話。因為這個東西呢，其實是很難的，只要角色說話有一點點不自然呢，觀眾會立刻出戲。我的提示詞裡面呢，就是這麼說的：亞洲女生坐在室內的桌前，面對鏡頭說話，語氣自然，帶一點輕鬆聊天感。在這裡呢，我也沒有提示說她說了什麼樣的話，當然大家也可以指定說話的內容。我讓 AI 自由發揮，主要是想看2個模型，它對語言的理解，還有說話邏輯的理解。那我想讓 AI 自由的發揮，才能看得出2個模型的區別。那在這裡呢，我就把角色的圖片上傳過來就 OK， 是我一張在咖啡廳裡面的照片。那在提示詞裡面呢，就需要在女生這個位置引用一下圖片。點開，因為我只上傳了1張圖片，所以它這裡呢只有 Image 1， 那就確定一下。在這個位置呢，它就引用上了這個角色。OK， 再往下，影片的品質 720P、1080P。那我先看看 720P 的效果。那時長這邊呢，我就拉到最大。尺寸呢，我就先看看16:9的。OK， 然後點創建。Happy Horse 的生成時間呢非常快。那我這個影片呢，它就生成好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發現的一家超棒咖啡廳。第一
眼看起來呢，它的畫面是比較活的，但是我這邊呢，先不急着下結論，我接着呢，用同一個角色說話的場景換成 Seedance 2.0，再跑一次看看。點開模型，把 Happy House 1.0呢就換成 Seedance 的，可以看到有官方的 Seedance 2.0，還有一個叫 Seedance 2.0 VIP 的。那後面呢，我們再測試看 VIP 的跟常規的有什麼不一樣。生成模式參考生視頻，圖片同樣是我剛剛一模一樣的角色圖，也就是我在咖啡廳裡面。提示詞呢，它就默認了剛剛 Happy House 的那個一模一樣的提示詞了，同樣已經引用到了角色圖片1。那影片的時長還是最長的15秒。影片品質這邊呢，我們可以看到它支援最高呢是 720p。那剛剛 Happy House 呢還有一個 1080p 的。那我們後面的一個測試再去試它們 1080p 的區別。尺寸這邊是一樣的16:9。OK， 點創建。OK， 這個畫面呢，我就可以看出了它跟我原本在咖啡廳裡面的場景是不一樣的。它就真的是把我放到了室內的桌前，那也是面對鏡頭說話的，就會比較常點美式。然後我最近比較常喝的是拿鐵，因為冷萃好像比較容易睡不着，所以我就會比較常點拿鐵。如果是要工作的話，我就會找咖啡廳，因為咖啡廳有那種氛圍，然後可以點一杯咖啡，然後就可以坐很久。Seedance 2.0 的這支呢，我覺得它比較強的是說話本身的自然度，角色坐在鏡頭前講話的感覺是比較穩的，嘴型、表情、整體節奏都比較像一個人在認真的對着鏡頭去分享。它不會給你很多誇張的肢體動作，但是這個反而呢，讓口播的內容把注意力都放到了角色講話上。而之前的 Happy House 那一段呢，角色的肢體和狀態就比較活，也代表了他比較需要控制，身體很活，可是嘴型或者情緒如果沒有跟內容對上的話，那觀眾呢就會覺得，畫面是有在動，但是又不像是真的在講話給我聽。那我給到大家的建議的是呢，如果你想要穩定的口播，就要強調嘴型準確，表情自然，不要大幅度的肢體動作。如果你想要生活感，就可以加一點像 Vlog 隨手拍、輕鬆的聊天感，偶爾微笑或者點頭這樣的提示詞，但是呢，還是要限制，不要過度的晃動，這樣做出來的口播才不會只是人物在動，而是真的是比較像一個人在自然的去表達給觀眾看。接下來這一段呢，我刻意做一個比較貼近真實拍攝的場景，而且是有2個角色的。我的要求呢，不是單一的一個動作，而是一個連續的行為。我想測的是那個鏡頭的表現力，就是2個角色之間的鏡頭情緒，它有沒有表現得到位。女生首先引用一下圖片1，可以看到我上傳的2張圖片呢，在這裡都能看到。那我先引用一下女生角色1，也就是圖片1，坐在咖啡廳的桌前，先低頭滑手機，然後抬頭看向對面的人，也就是男生的角色。引用圖片2。然後女生會露出微笑，接着用手拿起桌面上的杯子喝一口，再放回桌面。我想要有那種約會時候的拉扯，然後曖昧的情緒氛圍在，看看 AI 能不能表現出來。影片品質這邊呢，剛剛已經測試過 Happy House 的 720p 了，那這次呢就 1080p 看看，時長同樣是最長的15秒，然後影片的尺寸還是16:9。OK， 點擊創建。可以同時生成另一個用 Seedance 2.0 的影片。那剛剛呢，我們已經試過了官方的常規 Seedance 2.0。那現在看看 Lead Media 它推出的 Seedance 2.0 的 VIP。那這個模型呢，它是會有一個人臉的修復功能，並且呢，點開之後你會發現，它在視頻生成的時候呢，它是支援了一個影片品質是最高 1080p 的。OK， 影片時長最長15秒，然後生成影片的尺寸16:9。檢查一下提示詞呢，跟剛剛用 Happy House 的提示詞呢是一模一樣的。OK， 可以馬上創建影片。生成好的所有影片呢，都可以點開錄製這裡可以查看。OK， 先來看看 Happy House 1.0 生成的效果。
OK， 再來看看 C Dance 2.0的。組連續的動作，我覺得 Happy Horse 有一個蠻加分的細節，角色喝咖啡的時候，不是只是機械的去把杯子拿起來喝，而是會順便的給對方一個眼神。這種小動作呢，其實很重要，因為它會讓畫面變得比較像真實生活裡面會發生的某一個瞬間，觀眾會感覺到，哎，這兩個人不是各做各的，而是真的是有在互動。不過 Happy Horse 這段呢，也有一個小問題，就是鏡頭比較偏近，所以它更像是一個情緒的特寫，互動感是有出來，但是空間的交代沒有那麼完整，對面的人呢也只有局部的入鏡。那 C Dance 2.0這邊就比較不一樣了，它的優點是空間關係比較清楚，女生對面的人、桌面、窗邊的環境都有交代出來，所以角色從看手機、看對方、拿杯子喝咖啡，再回到手機，整個行為的邏輯會比較的明確，比較像是可以放進劇情或者是對話的場景裡面的一個素材了。其實通過模型效果的對比，我們就可以蠻清楚的知道，像這種做連續動作的影片，提示詞呢就不能只寫角色喝咖啡，或者是說兩個人在聊天，你要把3件事我覺得要寫清楚的。第一個呢就是動作的順序，比如先低頭看手機，再抬頭看對方，然後拿起咖啡喝一口，喝的時候短暫的看向對方，最後再把杯子放下。這種小動作加上提示詞裡面呢，我覺得其實真的很重要，因為情緒不是靠一句曖昧的氛圍就能出來的，而是要透過動作去讓 AI 去理解。那第二點呢，我覺得就是鏡頭和空間了。如果你想要氛圍感，可以寫中近景、生活感、人物表情自然這樣的提示詞。如果你想要劇情交代清楚一點，就要寫側前方中景啊，保留桌面和對面的人物，不要頻繁切近，類似這樣的提示了。那最後一點，第3點，我認為就是對方的反應也是蠻重要的。多角色的畫面不是把2個人放進去就 OK， 對方是安靜的聽，微微點頭，還是克制的去回應，都要講清楚，在提示詞裡給 AI 理解，這樣生成出來的影片呢，就會真的有一個角色的互動，還有邏輯的動作連續的表達。那為了驗證剛剛的情緒表達是不是特例，接下來呢，我就來一個更加進階版的情緒流動的一個 AI 影片生成。這也是我自己做影片的時候很在意的東西，就是角色還有影片故事的情緒流動 O 不 OK？ 因為現在很多 AI 影片呢，會有一個共同的問題，畫面可以很好看，但是觀眾看了就是沒有感覺。像是現在這個提示詞，我想要這個角色女生坐在房間的窗邊，傍晚自然光，手裡拿着一杯飲料，安靜地看向窗外，偶爾低頭再看回窗外，情緒放鬆，有一點思考感。鏡頭呢，我也描寫了慢慢推進，整體的結構要慢慢的，要做一段有氛圍的短片，畫面連續自然，動作細膩，情緒一致。因為我覺得做影片一定要有故事感，所以呢，我就很重視這一部分了。那影片品質還有時長、尺寸都是按照這樣的設定，點創建。同樣呢，是換成 C Dance 2.0 再生成同一個提示詞的，參考生視頻，同一個角色，同一段提示詞，同樣的時長，還有影片品質。OK， 同樣創建，比較一下。先來看看 Happy Horse 1.0 生成的效果。OK， 看来每個模型理解的飲料都是不一樣的。看看 C Dance 2.0 的。
這段呢，我看的是情緒光線和人物的狀態。Happy Horse 這支比較打動我的地方是，它不只是讓角色坐在窗邊發呆而已，它其實有做出一些比較細的情緒動作，像是眨眼、微微的張嘴，然後像是在嘆一口氣，接下來就是低頭，再把杯子放下來。這些小動作加起來，角色呢就不會只是漂亮的坐在那裡了，而是真的是有一種在想事情、在消化情緒的感覺。也因為這些細節有出來，所以整支片的氛圍呢會更像一段真的情緒短片，比較會讓人有記憶點。那 Seedance 2.0 這支呢就是比較穩了，畫面乾淨，場景完整，人物待在窗邊的狀態也算自然。所以如果你想要的是一段安全好控、可以穩定交付的氛圍素材，它還是很適合的。但是跟 Happy Horse 放到一起看的話， Seedance 這邊的情緒起伏就會相對的保守一點，比較像是一個人在安靜的坐着，而不是那種情緒真的有被演出來的感覺。再給大家玩一個有趣的內容生成，也就是像是製作蛋糕這樣的教程類。像是我給了這樣一張圖片給 AI， 讓它去幫我生成一個教程類的蛋糕製作的過程影片。像這張圖片呢，它會有每一個固定節點有一張圖對應上去，也就是對應到了製作蛋糕的流程。那這種影片呢，它不是講故事的，但是我覺得更加實用。像是做料理、開箱、製作東西的一個流程，我們都可以通過這個方式來製作影片。那這種圖片也非常容易生成。那我也順便教大家怎麼樣去生成這樣的圖片。來到左邊欄目這裡，點開 AI 圖片，可以看到這邊呢就有 GPT Image 2這個模型了。OK， 會來到生成圖片這裡，那我們選文字轉圖片，點開模型呢，也可以看到這邊呢是支援非常多模型的。那最新的 ChatGPT 的 Image 2呢，我們就選中之後，在提示詞呢，我就輸入草莓蛋糕製作過程。乾淨的廚房桌面，打蛋，然後將麵糊倒入模具，蛋糕烘烤完成等等。那我雖然呢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這個蛋糕製作的過程，但是沒有問題。點一下優化提示詞 ，AI 會幫我們完善，它就會非常正確的把草莓蛋糕的製作過程呢給我完善詳細的寫出來了。生成的圖片尺寸還有圖片的品質呢都可以先定好，然後點創建。那像這樣的一張圖片呢就生成好了，直接可以用這張圖片來製作影片。同樣的，我們也是試一下兩個模型 Happy Horse 還有 Seedance 2.0 的效果，然後呢也是把剛剛用 Image 2生成好的圖片呢作為參考的圖片上傳到這個位置。提示詞呢就寫一下你想要生成一個什麼樣風格的影片。像是我就會特意的提到，生成一支高質感的短影音風格的草莓蛋糕製作影片，就是讓它按照整體呢是像美食博主拍攝的烘焙教程短片的風格來拍。同樣 1080p， 然後呢是15秒的影片。那這裡的尺寸呢，我就生成一個9:16的，然後點創建。同樣操作換成用 Seedance 2.0 來生影片。同樣的圖片，還有同樣的提示詞，15秒 720p， 然後是9:16，點創建。OK， 那兩個影片呢都生成好了，我們都來看一下。做蛋糕的流程是沒有亂掉，這也說明了一件事：先用 GPT Image 2把關鍵的影格，也就是 Storyboard 定好，再丟給影片模型去生成，這個工作流程是可行的。那我們再來看一看 Seedance 2.0 會不會在細節上做得更到位。
Cdance 2.0呢，有把蛋糕是怎麼一步一步做出來的流程給展示到我了，而且呢是合理的、有邏輯的。這組教程影片，我其實最想展示的不是單純影片模型會不會做蛋糕這件事，而是這個工作流的本身。像是這種料理教學、產品操作、手作流程，最怕的就是 AI 亂跳步。所以呢，我就先用了 GPT 的 Imager 把整個流程給做成 Storyboard， 也就是先把每一個關鍵的步驟給畫出來。比如草莓蛋糕這個案例，我先讓 GPT Imager 呢幫我拆成了準備食材、打雞蛋、攪拌麵糊、倒入模具、烘烤、冷卻、抹奶油、切草莓、組裝，最後完成。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影片還沒生成之前，我就已經先把故事板給定好了。模型不是從一句做一個草莓蛋糕影片這樣子的文字去亂猜幫我做影片，而是有一整組清楚的畫面給他參考。接着呢，再把這張 Storyboard 丟給 Cdance 2.0去出片，效果真的是比較穩。那因為模型呢不需要自己重新去想流程，它只要照着這些步驟把靜態的畫面變成連續的影片。這也是我覺得 GPT Imager 加 Cdance 2.0 很適合搭配的一個地方。GPT Imager 呢負責先把畫面規劃清楚， Cdance 呢就負責把流程給動起來。尤其是像這類教程影片這種內容，邏輯順序會比畫面炫不炫更加重要。這次整體的測下來，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哪個模型一定最強，而是你要先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麼內容。而且像這次我測的 GPT 的 Imager 做 Storyboard， 再接 Cdance 2.0 去出影片，我覺得呢就是一個蠻實用的組合了。不是每個內容都適合直接一句話去生成，有時候先把畫面拆好，流程排好，反而呢結果會更穩。那相關鏈接呢，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裡，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適不適合自己的工作流程。今天這支影片呢就到這邊了。如果你想看我下次再測一些新的 AI 工具，或者是新的 AI 模型，也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你知道嗎？我本來是跟我朋友一起過來的，然後他就是有事先走了，然后我就一個人在這邊逛。然後我就發現，其實一個人逛街也挺有意思的。就你可以不用去在意別人的眼光，然後你也可以不用去在意別人的感受，你就可以